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4月16号的消息显示，美 RC-135W 电子侦察机当日从冲绳加手纳基地起飞，前往南海。上午8点30分左右抵达广东外海，随后沿着广东海岸进行抵近侦察。9点10分左右到达海南岛附近海域。在此之前，美军 RC-135W 电子侦察机和 C-40B 运输机于14号被曝现身东海上空飞行。频繁地派出侦察机抵近侦察，美军到底存什么样的目的？本身中美关系已经够紧张的了，美军机还不断抵近中国空域飞行，难不成真如外界大部分所说的那样，是为了挑衅我国的吗？其实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美国现如今已经不再掩盖对中国的敌意，接连派出军机以及军舰，想要用这种方式向我国释放明确信号。可以说，自疫情在全球爆发后，美军机在中国领空飞行的事情已经不足为奇了。军事挑衅，美国不是第一次干了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美军机第1次、第2次甚至第3次前来挑衅后，以至于我国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军机每次来的目的都是挑衅，而这无异于给了美军掩盖自己阴险目的的好机会。例如，此次美军侦察机再次逼近南海，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消息中可以看出，该侦察机这次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挑衅。16号10点50分至12点 ，RC-135W 电子侦察机绕西沙群岛进行侦探作业。紧接着，该侦察机在进入西沙群岛南部海域后，奇怪地关闭了 ADS-B 信号，直到到了西沙北部才再次打开。如果是单纯的军事挑衅，为什么会在进入西沙群岛南部海域后特意关闭 ADS-B 信号？说是为了怕被我国发现，这个理由未免有些牵强。有分析看来，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美军在为实战做准备。侦察机是用来收集相关数据的。近期频繁出现在中国周边空域的 RC-135W 电子侦察机是美军现役部队装备的一种战略侦察机，擅长在目标国沿海地区实施侦察行动，被美军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侦察工具。据悉 RC-135W 电子侦察机的性能比 EP-3还优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派出如此优异的侦察机只是单纯来挑衅一番的话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拜登任职美国总统期间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力度就在不断增强，丝毫没有要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难猜测美军侦察机是在为实战做准备。可倘若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我军至今毫无反应，甚至不进行驱离？其实此次美军侦察机抵近侦察是保持在领海基线，并不能对其进行驱离。当然，侧面也反映出美军还是对我国有所忌惮的，怕一个不小心惹恼了我国，引起我国强硬反制。根据最新消息显示，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14日下午对外正式宣布，将于今年5月1日起9月11日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的美军。从官方数据得知，目前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约2500人，阿境内还有未公开证实的约1000名美特种部队士兵，此外还有约7000名依赖美军后勤以及安全支持的北约驻军。2001年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，导致超过10万阿富汗民众以及士兵死亡，超过2500名美军士兵死亡。2020年2月，美国与阿富汗签署协议，协议中美国承诺在135天内把阿富汗美军人数从1.3万缩减到8600。其余的美军将于2021年5月份撤出。美国在阿富汗损失的美军并不少，如今从阿富汗撤离也算是及时止损。在下令撤离的当天，拜登还声称是时候结束这场美国最长的战争，让美军回家了。当然了，虽说美国不会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，但是拜登也指出，在人道主义以及外交方面的工作仍然会继续，只不过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？在拜登下令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传出后，外国媒体均表示中国危险了。拜登的决定是我们有机会重新集中精力，只在遏制或者必要的时候击败我们未来的对手。我们做的不会比这种程度少，包括加强如北约这样的联盟，以应对威胁我们国家利益的挑战。美国国防部长就拜登的下令作出解释，认为拜登此次决定是为了集中精力应对未来其他一些更危险的威胁，尤其是中国、俄罗斯。美国方面把撤军跟中国联系在一起，这在分析看来绝对不是东拉西扯。以美国如今针对中国的举动来看，拜登最擅长且最喜欢用的手段就是包围中国。在南海的频繁动作就是一个例子。美国盟友日本、英国、澳大利亚，甚至是印度等多个国家接连出现在南海，其目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是跟随美国的步伐，在该地区对中国形成包围圈。同样的下令从阿富汗撤军，也是美国准备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一步棋，而此前重返伊核协议则是另一步棋。
毫无疑问，美国正进行战略收缩，集中对付中国。在此背景下，接下来美国必定还会从其他地方进行战略收缩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一场军事阴谋正在逼近，刀已经卡中国脖子上了，我国必须提前做好一切准备，不想受压于美国之下。就目前来看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抓紧发展壮大。只有当中国崛起的速度让美国追不上，美国才会忌惮，至此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既然美国不去试战，那中国又何惧之？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，仅几个月，拜登就能把对中国打的牌都出了个遍。但无论拜登使尽多少手段，都没能把中国束缚住，一场大戏将要在中国拉开序幕。回顾一下这几个月，拜登竭力拉拢盟友，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抗和围堵。在军事方面，美国战机和军舰几乎每天都要来中国周边海域挑衅，频率越来越高，距离越来越近。可以是挑衅，也可以是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。在外交方面，拜登继续用疫情来抹黑中国，即使世卫组织溯源调查结果早就很明晰了，美国仍不死心，联合13国质疑世卫组织溯源报告，并要求独立调查，是要把这口大锅扣到中国头上。除了在疫情方面做文章，美国和欧洲等国一起基于谎言，以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发难。在舆论方面，我们还是处于很弱势的地位，身处国际环境下被多重打压。在经贸领域，美国继续对中国高科技进行极限施压，对中国5G 技术围堵，禁售芯片。前不久还将中国多家超算实体拉入实体名单，并且对于中国的跨国大订单多加干涉。在4月8号，美国还发布了一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，提案人毫不掩饰，这就是一份全面的中国立法议案，这更像是檄文，标志着美国正式拉开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帷幕。拜登还放出豪言，在任期内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，但允不允许不是美国说了算。事实证明，无论美国使出什么手段，都不会束缚住中国。一场大戏即将在中国拉开序幕。4月15号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，执行神舟12号载人航天任务的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-12运载火箭已经分批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将在发射场进行总装和测试工作。执行这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宇航员也在进行强化训练。目前，发射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已经到了文昌发射场，发射载人飞船的长2F 火箭也到了酒泉发射场，而发射空间站主体的长征5号也在文昌发射场就位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整个空间站发射任务是一系列配套的，前后紧密衔接，中国空间站建设大幕已经拉开。在这并不平静的世界中，我们的征途还是星辰大海。对此，也有国际分析人士表示，美国错看了中国。我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，中国的目标从不是超越美国，而是不断超越自我，成为更好的中国。